都坐稳了，这血爪青鹰会飞上云端，从上面掉下来，谁也救不了你们。星辰，我看你这次还能不能这么走运？星辰，我坐你旁边吧，正好有些修炼上的问题，可以向你请教一下。哎呀，谢谢。星辰，你休想打我林珊妹妹的主意，我要坐在这儿好好监督你。唉。我这招谁惹谁了？我这是。楚院长，请。小青，起！你们都坐稳了。希望这次大玄国选拔的天才们都能够为国争光啊！听说这些年其他西北四国也是天才辈出，这次的五国大比，不知道我大玄国成绩如何呀？如今天下人才辈出，谁都不敢说能独领风骚啊！我久居玄国，都要闭目塞听了。副院长，您博学广识，可是驰名诸国呀。您要是都闭目了，那这天下可不都成睁眼瞎了？西北五国无比偏僻，真气稀薄，资源匮乏。以你的天赋，若是在五域，恐怕早就突破宗级了，你却困在玄级这么多年，不能寸进。不要浪费上天对你的恩赐，该向这些年轻人学习学习，往前奋进了。陛下与我有恩，我又怎能离开？此事就莫要再提了。你呀你。这次五国大比，我大玄国的希望可都放在秦风和四皇子身上了。此子的确不凡，能够在血爪青鹰背上呼吸自如，纹丝不动。可见他对真气的掌控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。一般人初次乘坐飞行血兽，难免会有些紧张和不自然。可是，在秦风身上，却完全看不到这种情绪。即便是四皇子，都或多或少有些紧张啊。都小心点，血爪青鹰速度很快，
万一摔下去，我可未必来得及救。快看秦晨！秦晨太不像话了，如此不小心，万一摔下去怎么办？可是，他是如何做到初次乘坐飞行血兽，便能够如此气定神闲？原来如此，他将真气形成弧形护罩，当飓风吹向他时，护罩也随之变形。坦道将他压在了这鹰背上。竟然有这等方法！真气护罩一旦形成，狂暴的劲风非但不会将它吹走，反而会死死地压在血兽的后背上。风越大，这股力量也就越强。怎么回事？你们都坐稳了，千万别放松！不好，危险！血爪青鹰在挣扎之时，四周的气流也会随之发生变化。想要在这个时候稳住身形，真气护罩也得随之改变。这个过程极为困难，而且一旦失误，后果不堪设想。此子该不会是修炼了什么秘法，居然能够做到如此地步？怎么可能？他为何还没摔下去？刚才那种情况，我都差点掉下去了，他居然一点事儿都没有。刚才是谁伤到了小青？小青不会无缘无故发脾气，绝对是有人伤到了她，她才会这样。我劝你们还是主动说出来，不然一经查出，绝不轻饶。我刚才出手十分隐秘，应该没人发现。更何况，鲁莽无意伤害他。我的目标只有秦晨。我知道是谁。就是他。秦晨，你休要胡说八道！与其说他方才伤了血爪青鹰，倒不如说他最开始想伤的，其实是我。我没有，
你们别听他瞎说。如果没有的话，你慌什么？就算你的动作再隐蔽，也有迹可循。更何况，我身边坐着灵山郡主，你到底有没有出手？他仔细想一想，便能知晓真相。如此说来，刚刚确实有一股真气突袭而来，所以你才出手封挡。没错。李清风，楚院长他们都说了，在阴背上不要妄动。为何你还行如此危险之事？难不成你想置大家于死地吗？我没有，我够了！我不管你们私底下有多少恩怨，怎可为一己私欲，将所有人置于危险之中？李世子，听到了吗？清晨，陈少，他刚才没有伤到你吧？以他的能力，根本就不可能伤得到我。倒是令诸位受惊了。错的又不是你，分明就是他小人行径，该死的贱民！说什么呢？好了，都给我安静一些。李清风，你身为武安侯世子，又是年轻一辈中的翘楚，纵然你天赋过人，在心性上的修炼也不能落下。小肚鸡肠，心胸狭隘之辈，注定走不长远。你可明白？谨遵李武王教诲。你好自为之。还有其他人，都要引以为戒。一会儿进了妖祖山脉，你们代表的是我们整个大玄，休要在他国面前丢人现眼。蠢货！妖祖山脉是西北大陆最雄伟的山脉，长近10万里，地域广阔，真气浓郁，宛如一条长龙，横卧在这西北5国之中。好壮观呐！包括我大玄国在内，每年都会有无数的武者进入此地冒险，有人于此获得惊人的财富，同样，每年也有无数的武者陨落于此。妖祖山脉中血兽众多，危险重重，而这血雾圣地，则位于妖祖山脉的深处。此次我们有血爪青鹰的协助，不但省去了数倍时间，更是免去了无数的麻烦。诸位，接下来血爪青鹰的飞行会尽量靠近地面，这样一来，就算是遇到危险，也有降落的机会。都坐稳了。这些大神选拔出来的天才，看着也不过如此。就是，属下严怀，见过灵武王大人、楚院长、四皇子殿下。
紫薰公主。颜怀将军不必多礼，地方都准备的怎么样了？回灵武王大人，早已准备妥当。辛苦了。这几位就是我大玄国进入血雾圣地的天才。哼，听说这里面还有几个是刚从天星学院毕业的，应该就是那4个吧？陛下未免也太不公平，凭什么他们能进入血雾圣地啊？也不知道陛下是怎么想的。省省吧，谁让咱们没有背景呢？这一次的8个名额中有4皇子殿下、紫薰公主、灵山郡主，这都是皇亲国戚。除此之外，还有武安侯世子，以及定武王嫡孙外孙。血雾圣地的名额，根本就是给这些皇亲国戚定制的罢了。这次已经算不错了。听说还有一个平民，往届可是连一个平民都没有的。哼，都给我闭嘴！他们是回灵山郡主，他们都是来自我大玄国各地的少年武者。早在1个月前，他们就被调来妖祖山脉，进行提升训练。五国大比，并非只有能够进入血雾圣地的人才有资格参加。同时，也是一场宏大的比试，每个国家都会派出大量的武者参加，不仅仅是为了争夺血雾圣地，同时也是一场国与国之间的较量。能够进入排名前列的天才越多，也就证明这个国家的实力越强盛。他们虽有参赛资格，但是没办法进入血雾圣地，我想应该是心里觉得不公平吧。这世上哪有什么真正的公平？能够给他们参赛的资格，便已然算是给了他们一个改变命运的机会。若是抓不住，便也怨不得谁。怎么，不服气吗？刚才不是还一个个都叫嚣得很厉害？怎么现在都不说话了？难道我大玄国的天才都是孬种？灵武王大人，我们不是孬种，我们就是不服气。为什么所有的机会都要让给这些权贵，就不能给我们平民一个机会吗？如果给我们一个机会，我们一定会让你知道，我们并不比他们差。对，我要挑战他，不比他差，我也要挑战他。普通人。据我所知，你们中绝大多数人都来自我大玄国各地，在你们的家乡，即便不是官宦子弟，也绝非是普通人。哼，修炼武学需要大量的资源，能在20岁出头便修炼到地级中期，甚至后期，就算身份不如我党，也绝非只是普通百姓。不过，既然你们提出了这样的要求，我萧战自然也不能无视。这样吧，你们当中有谁觉得自己能够战胜他们的，只管站出来。只要你们赢了，我便做主，将他们血灵池的资格让与你们。如何？这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啊！我们要不要试试？只要战胜他们，就能获得进入血雾圣地的资格。这不是真的吗？我堂堂灵武王岂会言而无信？我要挑战！不，居然被这宗强抢先了！该死，我之前居然在发愣。以宗强地级中期这样的修为夺得一个名额，简直轻而易举啊！说吧，你要挑战谁？他。哎，果然是这王启明。这一届的4名学员，灵山郡主是康王爷的爱女，李清风是武安侯世子，秦晨则是定武王的外孙。唯有这王启明没有任何背景，是挑战的绝佳人选。王启明，那你就上去吧。
开始吧。你们口口声声说要给普通人一个机会，却又不敢挑战权贵，只敢来挑战身为平民的我，这就是你们所谓的公平。哼，放心，我会手下留情的。要战便战吧，那么多废话做什么？你既然如此，接招！这宫内之人太强了，太强了，这怎么办？这么厉害！报告灵武王大人，断了2根肋骨。刚才那是刀意，此人竟然已经领悟了刀意。刀意是天级强者都未必能领悟的绝技，代表一名刀客在刀法的领悟上已经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。这应该只是刀意雏形，不过距离刀意应该也不远了。还有谁要挑战？我。你要挑战谁？他。我。啊！此人是定武王外孙秦晨，定武王乃我大玄国军神。蒋忠以后还想不想从军中获得功勋了？你有所不知，听说秦晨已经被赶出秦家，而且在年末大考上废了秦二公子的所有修为。秦家大公子秦风从边境一回来，就约秦晨生死对决，双方已经撕破脸皮了。难怪这秦风和秦晨非但没有同行，甚至连一句话都没有说过。如此说来，这蒋忠还真是够精明啊！赢了秦晨，等于帮秦风出气，日后对他仕途反而有利无害。蛮王霸权，4重的蛮王霸权，难怪这家伙如此自信。不过，怎么可能？这也太强了吧！一拳就被阻碍了，这我们还怎么挑战啊？我们根本就不是对手啊！好强的实力啊！看来这一届天星学院的学员，个个都是身手不凡呐。还有谁要继续挑战的？连蒋忠都被一拳击败，那我们上去更没戏了。没有人挑战便好。你们都是我大玄国的少年英才，应该好好想想，如何在5国大比中存活下来，而不是自己人争斗不休。这5国大比，难道还有伤亡？自然，每一届5国大比，都有至少1成的人在出事中陨落，重伤的更是有5成。上届大比，我们大玄国共有116名年轻武者参赛，仅出事便殒命了17人，重伤了39人，最后只有19人进入了擂台赛。如今的5国虽然并未爆发战争，但各国之间的冲突不断。就我们和昭国而言，每年在边境都会发生冲突，就此而死去的将士成千乃至上万，并且5国大比并不只有5国，
还有一些周围的小国和宗门，如鬼仙派、凌天宗等，这等于是一场西北势力的划分。根据五国大比的结果，每一届各国之间的利益关系都会发生变动。原以为所谓的五国大比，仅仅只是血雾圣地的争夺，没有想到这其中隐藏的寓意竟如此之多。时间也耽误了不少了，严怀带路。是。诸位，请随我来。没想到这五国大比竟然如此残酷，哎，真是没想到。3天后便是血雾圣地开启的日子，到时候我会派人来通知你们。这3天你们就住在这里，好好休息调养。哦，2个人1个区域。陈少，走。这里有人吗？没人，请便。连修炼都抱着刀，哼，真是个倒痴。没想到秦晨早有防备，就只能等到后面再找机会了。为了这次洗礼，我强行压制了自身境界，希望这血雾圣地不要让我失望。